Hello， 你好，我是林丽 Livia。我之前是一名审计师，然后现在是一名老师。我是3个孩子的妈妈，但是我有5个宝宝。我怀第一胎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特别容易的怀孕过程，这个宝宝特别容易照顾，很听话，吃得好，睡得好，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带孩子嘛，生孩子嘛，不是一个什么困难的事。可是我还是很坚持，只要有1个孩子。可是我的老公就有另外一个想法啦，他要有4个孩子。我的老公跟我说，你那么疼爱你的妹妹，你难道不要你的老大也跟他的弟弟或者他的妹妹有同样的亲密的关系呢？所以我就决定好啦，我们就生第2个孩子。发现我怀了第2胎的时候，我就特别着急，特别紧张，因为我刚刚才在新的学校上任，新的职位，那个新的职位也比较有挑战性，所以发现了我怀孕的时候不能全力以赴为学校贡献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辜负了我的学校跟我的老板的对我的期望。那我还记得我打电话给我的老板的时候，还哭着跟他说对不起，我怀孕了，我不能 100% 帮你把你的 program 做好。整个怀孕过程中，我的心里就觉得特别内疚。生下老2后，我就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我的工作上，大多数的时间，老大跟老2就给我的家人或者我的帮佣来照顾。在学校里做了12个钟头的工作，然后再回来跟小朋友互动1-2个钟头然后就累倒的睡在他们的旁边我连冲个凉也没冲，妆也没卸，凌晨2点或3点的时候再起来继续工作。我那时候觉得 OK 啦，这是正常的，兼职妈妈就是这样，我要在职场上做一名好老师，也要在家里做一个好妈妈。可是就有小小的问题出来了，我的老2没有跟我一样的亲密，他好像比较喜欢我的帮佣我想抱他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抗拒。周围的朋友还是家人都跟我说，这是正常的，是一个小孩子的成长过程。可是就是在我的心里就有一个小结，就觉得这个 is wrong， 是不对的。几个月后我又怀孕了，那时候就特别的高兴，因为这第3胎我觉得是神给我的新一个机会，让我在我的老2的身上所犯的一些错误全部能够弥补掉，所以我就很期待这第3胎。在一个很 routine 的 check up， 我的妇产科他跟我说你这孩子好像没有心跳了。那我听的时候我还半信半疑，所以我就去了一个医院，多做了一个扫描。他跟我说是确定了这个小孩子是没有心跳的。我听到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好像一片茫然，没有什么感觉。然后他看到我那么 stunned 那么 shock 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我为你祷告吧。那时候我就是很感动。那他问我要不要去做一个人工流产过程，然后我不懂要怎么做，因为我周围的人也没有人流产过。那我记得我走到那个clinic 的 car park， 我就坐在那边坐了很久，也不知道要打电话给谁。那时候是1个人的，因为我的老公就不在，因为他去上一个课程。做完手术过后，护士们跟我说，手术进行的过程中，我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有时候就是大哭，要不然就是大笑。我听了过后，我也觉得是不是在反映我心里的那个起伏的心情。虽然我能够跟我的老公说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就是觉得他不明白我，因为他也没有生过孩子嘛，他怎么知道其实有一个小宝宝在你的肚子里动的时候，摇的时候，推的时候，踢的时候是多么的精彩，然后你是多么的盼望这个小朋友的。过了6个月，我发现我怀孕了。
可是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那时候我就想，可能是神在跟我说一些话吧。你这样继续工作下去，又想当一名出色的老师，又想当一名学校的领袖，又想在家里当一个好妈妈。可是你鱼与熊掌可能两个都不能做，然后你就是把自己逼得那么紧，然后好像什么都做不好，身体也好像渐渐的跟我说不行了，应该慢下来了。那时候我第2次流产过后，我就决定做一个兼职的老师。我其实心里是很不好受的，因为很担心如果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呢，如果我的孩子是不是看到这个妈妈不是 full time job， 他是不是会想 it's impossible to have a full time job and be a good mother at the same time？ 我觉得是不是让小孩子看到一个负面的教材？所以这些想法都反反复复的在我的脑海里想，然后就发现我怀了第5胎。那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虽然神让你怀第5胎，可是你就不要 expect too much，你就这样让他过吧，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的那种心态。过了大概有第7周或第8周的时候，我就发现 I was hemorrhaging， 然后我的老公就很担心，就叫我去看妇产科。我就跟他说不需要看啦，如果流产就流产啦，反正我已经做过2个 DNC 很贵的。可是流了1个星期的血，我的老公真的很担心，所以他坚持我要去看医生。然后医生把那个 ultrasound machine 放在我的肚子的时候，我还没觉得it will be like the same， 没有声音的。可是就是很奇妙的，就是听到每个妈妈很希望听到的声音，不是咻咻，就是一个啵啵啵啵的声音。然后我的医生就说 That's a heartbeat， 是有心跳的。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很惊讶这个小朋友连妈妈都放弃了，他还坚持下去。我听了之后，我的心里就充满着感恩。可是这第5胎的怀孕过程真的是不容易，因为我流产过2次，每个星期都要打荷尔蒙的针，是很不舒服很痛的。因为我决定当兼职的老师，所以我的 off day 的时候就去看医生打针，医生也没有多收我费，所以我是很感激的。在产房里面，我生我的第3胎的时候，医生就把它放在我的肚子上面。我跟我先生一看到他这个孩子，我们以为没有的那个孩子，我们2个人就情不自禁就大哭起来。那医生 Come let's pray for you， 我们3个人跟一些护士就为我的新的孩子和我们的一家人祷告。他的名字是 Kellyanne Ong Song En。Kelly is Old Irish for fighter or warrior。妈妈都要放弃他了，可是神没有放弃他，他也没有放弃自己。这个第5胎，第3个孩子 ，She carries all my hope for a renewed relationship with my child。所以就觉得 very thankful for God's grace。我回头看前几年所发生的事，我就觉得 it's really God's blessings on my life。Previously， 我抓的那么紧的东西，好像我的 independence， 我的独立，我的职业，我一定要做好妈妈，我这些东西都抓得很紧，然后全部都要掌握在我自己的手掌中。可是他就用了我的 miscarriages， 还有我的孩子们来提醒我，其实最重要的是我跟他的关系。我放弃了我以前想当校长还是副校长的那个梦想，是不是我的事业失败了呢？也未必见得。It just reminds me to trust in the Lord and not on my own understanding, not on my understanding of what a good life is or successful career is, but trust in Him. Trust Him with my whole heart and with my entire life. His grace is actually enough for all of us. He will give me everything that I need.